大家好，上一期视频教大家怎么使用技能物品，你可以理解为教你怎么上手。这一期则是教大家怎么用好本模组。首先我先抽出几分钟教大家使用救赎物品和法术媒介，你可以把它理解为只有一个技能的战徽。首先介绍的是圣路低频，有次数的喝药道具，非战斗下可以补充喝药次数。据说有人把它的指示物，也就是圣路滴当药水喝掉，这是错误的用法。在战斗时，直接使用圣路滴瓶就能喝药了，喝一次消耗1瓶圣路滴。按住冲刺按键使用圣路滴瓶可以发动内在潜力，压血线增伤。非战斗下，按住冲刺使用圣路滴瓶可以触发滴血恢复，每秒恢复1点血，持续10分钟。圣路滴瓶与治疗系天赋联动，当你的治疗系法术可以恢复耐力时，圣路滴瓶也可以恢复耐力。接下来介绍的是铸模软膏，这是一个可以为白板武器附魔的道具，附魔等级可以提升铸模软膏的附魔强度，70级附魔就能达到最高数值。铸模软膏这类常规救赎物品是需要消耗术法点的，术法点的指示物就是奥法溶剂。溶剂现在的获得途径有很多，早期版本靠古龙秘法获得，现在可以通过佩戴戒指触发战斗时获得奥法溶剂。在希望原点中点击休息也能补充奥法溶剂。软膏的具体附魔大家可以看物品文案，自己实操一下就行。圣路滴瓶和铸模软膏是最复杂的2个救赎物品，因为它是一个物品多个功能，其余的丢壶、丢飞镖、弹粉相比之下使用起来就没那么复杂。此外，法师也可以使用救赎物品，它不是战士的专属道具。接下来我们介绍奥术媒介，这是一种可以录入并释放多种法术的救赎物品。解锁奥术媒介，我们需要黑书，每一本书对于一个媒介。本次教程以清醒梦境为例，整套的奥术媒介由一个用来施法的魔点和录入法术的密点组成，你可以理解为一个负责输出，一个负责录入。有了黑书后，我们可以在物品制作获得魔点，卷轴制作界面获得密点。录入思路与直接施法类似，但奥术媒介很特别，它可以录入5个法术。接下来教大家如何录入。首先，装备2个一样的符合录入要求的法术。清醒梦境仅限于非大师级法术。然后，保持不收起武器的状态下使用密点。接下来是重点，此时我们人物会开始看书。看书时，我们按按键决定了录入位置，什么都不做，我们会录入默认位。接下来演示我们按住 W 按键，媒介就会录入 W 按键的位置，右上角会提示录入信息。我们需要记住什么法术录入到哪个位置。忘了录入顺序怎么办？很简单，我们收起武器，使用密点，这样就能看到这个媒介的法术目录。录入之后，接下来就是使用了。与救赎物品一样，法师也能用。直接用是默认位法术。如果我们的 A 号按键录入了法术，释放时按 A 按键就能调用这个法术了。重点，你要在法术生效前都按住按键。如果你提前松开，法术会变为默认法术。媒介自带了一个法术，我们可以通过按冲刺按键释放。释放时消耗术法点，每个媒介的固有法术都不同。清醒梦境的自带法术是雷暴术。好了，这啰嗦的媒介教程就到这里。媒介当时的设计初衷就是给战士用的，如果你运气好，你会获得战徽版本的媒介。战徽版可以更好地融合进招式中，还能享受到诸如抗打断、挡弹等战徽机制。接下来是重头戏，这里简要介绍下本模组整套技能系统。首先是熟练度系统，升级方法是捏魂，魂可以打怪获得100%掉落，50%概率多掉一个。不想手动捡魂可以打拓展 mod 指路请看 wiki。熟练度可以用来解锁技能书、解锁技能、解锁额外被动，并且让你捏魂后得到额外增益。捏魂后有什么额外增益我只提一个，其余看 wiki。熟练度20级后捏魂送60分钟骏马之时的护甲减重效果。接下来介绍技能书系统，其实就是以前天赋系统，只是样子变了。技能书可掉落，概率很低，
因为跟战绩是同一个奖池。另一个获取途径是靠熟练度解锁，但20级以后的技能书是需要更高的熟练度等级解锁的，具体为书的使用等级加20就是书的解锁等级。讲人话，20级的书要熟练度40才能解锁，书的效果自己看 wiki 和游戏里面看就行。这里我们只介绍2本很重要的技能书。第一本护甲精通，默认效果你不理解也没关系，我列举一个游戏机制，你或许就懂了。黑暗之魂1的重甲常认效果，你啥都不干，敌人的首次重击你很难出现失衡，这里面的失衡抵抗效果是随着天赋提升而变强的，其中重甲会在满级时获得近似于霸体的效果。回气可以刷新天赋的冷却，但这里的回气必须是触发耐力恢复才行，回气连击是不算回气的，攻击加使用回气技能才能有效重置这个天赋。第二本书是神秘，如果你想要提升本模组的法术伤害，你必须要有这本书的天赋。法伤战绩是可以被毁灭系附魔和毁灭系的天赋增伤，比如元素强化就可以增幅相关的元素伤害战绩。古龙雷系列战绩比较特别，它可以受到毁灭系、闪电系、龙吼伤害强化3种增益影响。没有明显属性特征的法伤战绩吃不到元素强化。本模组的元素伤害比较特别，可以吃元素增伤，不会被元素抗性影响，只会被法抗影响。数值内容我们就讲到这里。本模组是一个技能模组，很多特性是环绕动作展开。如果你发现战绩伤害过高，我建议你检查下你的天赋树，战绩吃到的哪些增伤，因为本模组提供数值增伤是非常小的。如果战绩伤害高，作为与战绩同源的你的武器冲刺重击，想必也是伤害很高的。接下来我们介绍实战中用到的功能了。现在介绍的是回气和挡弹功能。当我们进行武器攻击或者使用战徽时，使用回气就能打断动作，使出回气攻击。此时我们会触发回耐效果和短暂的无敌，受到攻击还会恢复额外耐力。我们必须通过武器变招才能触发特殊效果，直接放是无效的。而挡弹源自于熟练度10级后解锁的效果，让我们的回气特效和使用战徽时附加一个防御判定。视频中可以看到我们没有格挡，但我们的格挡等级却提升了，可以看出我们这次技能是算防御的。我们要注意的是，战徽挡弹是没有无敌的，减伤率取决于我们的格挡效果，而且不是霸体。视频中角色用战技被打断，可以看出挡弹是没有霸体的。真正的抗打断需要精准的攻击才能触发。护甲等级提升会让这个判定变得宽松，直到你能够直接顶着别人攻击放技能不会中弹。现在我们介绍战役系统。战役系统是本模组的重要增伤系统，但这个系统是反向增伤的。讲人话，没有战役你打的都不是正常的重击伤害。我们熟练度达到20级后，获得能力界限解除，进入战斗就能恢复战役了。此外，我们可以解锁战役显示戒指的配方，戴上就能知道战役的层数了。战役的层数上限是3，但我们不需要去数。在有了可视化显示后，看到图标亮了就是放战绩的时机。因为设计原因，我们需要2层战役才能打出完整的重击伤害，否则我们的伤害是直接减半的。冷知识：上古剑轴轻击倍率是100%，冲刺重击倍率200%，也就是没有战役的战绩，它就是跟普攻一个伤害。所以有人说前期战绩伤害低，这个说法是对的，你就当作是一个消耗耐力的普攻。前期更多的把战绩当作是一个战术手段，拿来打控制。在现在新版本中，回气的第3段攻击可以补战役，但它本质上是把倒计时的12秒的聚气效果清零，直接给你战役。除了影响伤害，战役可以让你的战徽不进入冷却，实现有限的技能连放，但技能连放就意味着不能吃满战徽伤害，这是一个非常矛盾的情况。这其实跟战徽的一个玩法有关。现在我们介绍本模组的一个特殊玩法——战绩连放。看过上一期教程，大家肯定了解到，战徽是有3秒公共冷却的。除了高层数的战役，有没有什么办法突破这个限制呢？答案就是视频中所展示的这个战绩，动作如潮。这个技能的核心是让你12秒内战绩没有冷却，
并且不消耗战役，让你在12秒内，只要有足够的体力，所有的战绩都可以被衔接成为一个战绩。左战役的特性让我们在2点战役时使用动作如潮后，有12秒的时间打完整的技能伤害。动作如潮的另一个效果是，效果期间再次使用动作如潮，可以给自己上2秒的 buff， 熟练度70后可以附带一段不懈之力龙吼。接下来我们补充另一个实现战绩连放的方法，从战役本身入手。这是一个后期玩法，你运气好书提前爆出来就能提前享受。打开70级技能书斗气集中。这本书的3个效果简单分析下。第一个效果是让你进入战斗就送5层战役，你可以选择爆发全用掉，也可以开启动作如潮后卡住不消耗，等动作如潮冷却了，用这些战役连放技能。第二个效果让你在有战役时伤害更高，但会进一步削弱没有战役时的伤害。搭配动作如潮使用，就是让你在12秒内拥有高爆发。第三个效果属于懒人效果，运气好就能一直放。好了，现在我们讲最后一个系统，也就是终结技系统。其实与其叫终结技，现在更像是追加攻击。熟练度30级后，我们会解锁终极武器，但要使出终结技，还要求我们的角色等级达到20级。如果你不需要这个系统，你可以带配套的开关戒指金用这个功能。敌人处于失衡或流血跪地，我们立即使用战徽，就能顺利打出终结技。终结技是一个消耗耐力低、自带追击，并且伤害独立设计过、附带特殊冲击力的战技。在新版中，如果我们使用终结技后耐力大于50，终结技会消耗50耐力，取消此次技能冷却。终结技自带10秒的冷却，所以游玩时注意别让终结技占用你的常规战绩。这期教程就到这了，这也算结合我自己的游玩经验总结而来的教程。当然战绩内容其实还有很多，你说杂也不为过，有兴趣的可以去翻翻 wiki， 这里视频讲的都是比较直观的内容，部分内容一次性说太多容易猪脑扩载，有疑问的可以发评论，让懂的人叫下，或者跟我建议下一期有什么内容。如果是战绩展示就别来问了，200个技能我看着就头大，这还只算战徽的。视频最后就是一段简单演示。这个模组的诞生也是充满机缘巧合，赶在法环刚发布后，一群人心血来潮弄出来的产物。发展到现在，除了名字跟法环沾边，其他内容上基本就是2个东西。因为开发目标是做上古剑折磨，是让老滚变得更有趣，而不是把老滚弄成艾尔登法环。这期视频到此结束，我们下次再见。